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新重涂的这一款 G2 版的飞镖，盒子外包装也是充斥着像当时90年代海之宝瞎整的这个 G2， 基本上差不多啊，这个风格挺像的。纸品方面 ，NA 线稿说明书，飞镖标配的地台支架，根部这里内嵌了钢轴，增加它的强度。配件内容方面，这回和 G1 玩具配色的那个差不多啊，带着大宝剑、替换的手型、肩部的导弹。 但是没有大枪以及那个烟雾的特效键了。就说起来，我们差不多玩重涂又该讲起玩具背后的故事啊。今天主要我就想聊聊这些 G2 的机器恐龙。哎，说实话，飞镖这个角色其实在 G2 里边没出过，它是一个废案。 本来打算出来着，在93年的美版时代，其实出了很多的机器恐龙。为什么说很多呢？因为到了末期了嘛，海之宝其实就有点想榨干塔卡拉这边拿过来的达亚克隆和微星小超人这些模具的最后剩余价值，所以在所谓的 G2 时代啊，就是无限的各种重涂，增加一些所谓的弹射机构啦，还有什么水枪啦，换一个花里胡哨的配色来出啊。这些恐龙在 G2 的时代啊，其实出了3个模具，淤泥和飞镖在 G2 的时代并没有出，可能也是做到最后，海之宝发现这块不太灵了。但是前3只恐龙，它们可是在出了2到3次配色的，有着基本上和 G1 原色，就相当于在 G2 时代再版的原色版本。也有后来所出的什么蓝钢索、绿铁渣，还有绿嚎叫这些。 当然还有比较稀有的所谓绿松石蓝钢索，哎，这个色调方面，我觉得就跟之前的那个差异很大了，这个显得脏不拉几的。还有红铁渣，哎，特别稀有，和红嚎叫。所以 G2 时代啊，被我个人称之为群魔乱舞的时代，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海之宝当时真的是疯了呀，但是。 你说它涂也行是吧？重涂谁不出呢？这涂的不好看，这是最大的问题啊！当时美国人这些设定的概念，总觉得变形金刚这些小孩子玩具啊不存在美，小孩子们只要鲜艳，只要花里胡哨就行了。所以我觉得海之宝在初期阶段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没啥审美概念的。说白了，他们是一玩具公司，面向的是低龄层，他们总认为孩子是傻子。从早些年的上世纪80、90年代就是这样了。 如果没有曾经日本塔卡拉这边撑着，或者说早些年已经给出来这个原始的配色方案，或者说一些细节描写的刻画的话，单让美国人自己来做变形金刚这个品牌，我估计到时候也是一个面目全非的状态，肯定不会有现在的一些表现了。 所以到了 G2， 乃至于末期什么动力战士、行动战士这些，你就会发现海之宝越来越放飞自我。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国外拍的那个纪录片里边啊，在这一个特定的时期，甚至连海之宝自己的设计师都看不下眼去，更不用谈什么大野光人、于家英昭对这一时期海之宝所出玩具的一些表现。用星日佐治的话来说，这就是一堆什么鬼的玩意儿。 星日佐治的原话啊，涂装花里胡哨，加一堆完全没有用的噱头，搞一个弹射的武器，搞一个呲花的武器，搞一个水枪，身上拿水喷上以后变色的涂装，这就是所谓的 G2 时代。他们把这个东西本末倒置了。变形金刚玩的是什么？ 可能现在大家对这个概念，我要战尸了，我要把玩了，很多的概念不一样啊。我为了美型还原好看，在那个年代80、90年代，它就是变形，除了抛开变形，你就涂这个配色，它好看吗？你战尸，你用一个花里胡哨这样的大村花，你这样去战尸吗？这不让小伙伴笑话死。 所以海之宝在 G2 时期真的是本末倒置，放弃了本身应该去设计变形结构。可能在那个年代也刚开始嘛，美国人可能还不太会做这种设计变形结构这种脑洞的东西啊。一般设计都是交由日本人来负责，美国人这边包装宣发。而最后呢 ，G2 时代也成了变形金刚开始逐渐走向落寞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 G2 时代之后。 海之宝在一步一步的把变形金刚这个 IP 给弄死，他甚至一度想放弃这个 IP 的时候，是日本人靠着超能勇士 BW 那一批新鲜的玩具，又把海之宝等于变形金刚这个 IP 给带活了吧。
不过也不能说孩之宝一无是处啊，确实人家在宣传拍动画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用心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后续的 BW 超能勇士和 BM 猛兽侠这2部也是率先使用了当时还在发展中的 3D 动画技术。可能超能勇士前几集的那个动画效果还做得特别 low 啊，但是后来从10几集以后，慢慢的这个画质了、建模的精度了，就一点一点的提升上来。不过到了 BM 时期，我个人来说，我实在无法接受那个画风。再一个啊，为了节省后边渲染的成本，大部分画面都非常的阴暗，看着十分的压抑。再加上那些野兽的美型，那个我觉得都不能称之为美型啊。每个人所谓的美型的东西，看的真的挺膈应人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不喜欢看这2部动画片，纯粹是被画面劝退的。但到了后来长大以后，再去翻回来再补这些剧情的时候，我发现 BW 加 BM 这2部曲是真的特别有内涵的一种精神状态。它可以说给变形金刚植入了很多新的概念，让这个设定的庞大的世界观啊再次升华了一下，很伟大的剧情。可惜我现在依旧接受不了那个画面。所以聊得扯远了，翻回来我们再说 G2 时代没有出场的废暗飞镖。其实淤泥也没有出场啊。G2 时代的机器恐龙其实就3只，重涂了3遍啊。但是 NA 这一回把这个废暗的飞镖也给你重涂了出来啊。说好听一点，机器恐龙的 G2 配色可以在 NA 的这一套模具上边把它凑齐了。说不好听一点 ，NA 这不就是为了多赚一份钱嘛，仅此而已啊。模具的底子使用的是 G1 玩具配色的那个飞镖，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头雕跟 G1 玩具色的那个头雕是一样的，并不是动画配色的那个造型。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头雕会更帅一点，而且因为是 G2 的玩具配色嘛，所以身上也有那种类似于仿贴纸的效果。当然这个东西就是脑补出来的，因为这个东西废暗嘛，没出过玩具，所以我估计 NA 的设计师、美工师也就是根据之前废暗的那个概念稿去把它还原出来。哎，不过做出来还挺不错的啊。是有那个时代的那种贴纸味儿。老玩具老重涂，变形不是重点，我们逆变就快速的来吧。翅膀上面它不单单的只是一个绿色的板子放在这里，其实是有上涂装的。我不知道镜头里边大家能不能明显看出来啊？对着光看，其实还是有一些颗粒的质感的。用肉眼看会很明显啊，镜头里边估计看不太清。所以这款 G2 配色的飞镖 ，NA 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参考的东西啊，就是仅凭着之前原先的一张废暗图，想象把这个东西涂出来的一些细节，甚至翅膀上面上的颜色，就是还是那句话，好听一点的来说 ，NA 也是为了做这种重涂，弥补这些角色的过程中用尽了心思。说不好听一点，为了多赚一份重涂的钱，你该下本也得下一些。所以这款 G2 配色的飞镖真的做到了开局一张图，重涂全靠脑补。然而它真的给你做出来了。总的来说吧，我觉得 NA 啊在重涂的这个方面做的每一次都是挺用心的。虽然你明知道他在用一个模具赚多份的钱，但每一次他重涂出来的东西啊，你还觉得还有那么点味道。那归根结底翻回来说，孩之宝在所谓 G2 时代搞的不也是这样的事情吗？但是孩之宝人家是官方，人家想怎么重涂都会有一个官方的版权背书，第三方也只能照着官方原先该有的一些涂装的方案来继续做他们所谓的该重涂的概念吧。重涂本就是一件上行下效的事情，说起来还有点意思，但是 G2 时代但愿不会再出现了吧。那么得嘞，这一期玩具背后的故事废暗飞镖就是这样了，唰。